第五个内容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注心理健康。很多人在说中文的时候会感到紧张，那么大家会普遍认为紧张太正常了，你在学，你说不好，当然紧张，谁不紧张呢？对吗？紧张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希望给大家做一个测试，我现在将描述5个状态，请你告诉我以下哪个状态你包含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那第一个状态呢，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，等一下大家在评论区可以看到。第一个状态呢，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会手心出汗，手心出汗，对，一说话就手心出汗。好，第二个状态呢，就是你的脸会变红，脸红，好，脸红。第三个呢，是心跳加速，你心跳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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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跳加速。那下一个呢，是你的脖子，好，脖子非常紧张，脖子非常紧张，然后你感觉到了压力，背后的这个压力，压力。然后第五个是大脑空白，大脑空白。大脑空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紧张到你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，大脑空白。好，第一个手心出汗，第二脸红，心跳加速，呼吸也变得很短，呼吸就像没有呼吸一样，对。然后脖子紧张，感觉背部的压力，这里全都是压力。对，第五个大脑空白。如果你没有这些状态，那么恭喜你，因为呢，你有很好的自我调节能力，所以这些朋友很棒。如果你有这些状态，你也不用责怪自己，因为我也有，我长期都有这个问题，长期都有。即便我在学习英语的时候，其实在英语专业，我的发音算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跟大家说了，我有模仿的习惯，所以其实当时我的发音算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只能说那些我熟悉的句子，我一旦遇到我不熟悉的话题，我不会的句子，我马上就变成了第五个状态，就是非常紧张。那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要么就是好，要么就是完全不行了，要心脏病要犯了。我后来反思是发现，其实在我的成长环境当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当我做对了某个事情，啊，家人当然会夸你做真好、真棒，是吧？但是当我做错了某事情的时候，家人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不好？这个非常不好。所以呢，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，可能就很容易认为某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完美，做到极致。如果我不完美了呢？如果我犯错了呢？那就是不好。所以在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两个状态，只有两个状态，要么是好，要么是不好，要么是好，要么是不好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说话的时候，稍稍遇到一点阻碍，马上就会开始自我攻击，觉得自己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好，觉得非常的紧张，觉得自我的内在是一种坍塌了。就是刚才好不容易垒出来一个成型的人，看上去一个很体面的人，突然在一瞬间就坍塌了。其实那是让人会非常恐惧的，对吗？那会非常恐惧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让自己自我坍塌的感觉，所以才会出现大脑空白，完全没有办法去应对那样的场景。好的，那怎么样做呢？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心理呢？首先，我意识到我有完美主义。这个完美主义就是指你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举个例子，可能你认为你可以说好的，可这一张嘴就说错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完美主义的人，他就会非常苛责自己，
你就是能力不行，所以你说的不好，你记忆力不好，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好，所以给自己很多负面的反馈。或者是睡觉前，你今天怎么不能说好一点呢？怎么这么笨呢？不停的给自己输入一些不好的信息。但其实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哪有那么简单？我们大多数人学习的路径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就是一会儿好了，然后又不好了，但是克服了这个困难又好了，啊，又遇到困难，然后又不好了，然后又遇到一个困难，然后又好了。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的，是有一个周期的。好，我把它写下来啊，有一个周期。是有一个周期的。我们有点像坐过山车，你要上去，但是你会经历一个困难，会下来，然后克服了这个困难才能变得更好。不可能一直向上，不可能只有好和不好这两种状态。所以在认知上，我认为我要让我自己意识到，我其实这种想法很疯狂的，对自己太苛刻了。那有的人呢，可能是这样的，啊，就是好了，然后不好了，然后好了，然后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总之忽上忽下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学习状态。那么我要调整我的预期，这个预期就是，如果我不应该把它设成做得好和做得不好这两种情况，我应该把它设置成只要我做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只要我采取了行动，我就应该给自己竖大拇指。因为我完成了行动，你要满足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呀？采取行动啊！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假设你想提高中文，你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中国人，你很犹豫要不要跟他聊天。如果你去跟他聊天，有几种可能，他可能很友好，好啊，我陪你练2分钟的中文。也有可能这个人很不友好，或者他不知道，他没时间，所以给你了很不好的感觉，他会拒绝你。那么如果是这种思维的话，就会认为我尝试了，成功了啊，我很厉害。如果失败了呢，就会想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无用的尝试呢？就会苛责自己。但如果我们把行动的这个标准降低一点，我只要做，我就认为我自己已经满足了做得很好的标准，那么其实就会让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变得更容易。所以这是我认为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就是我虽然在努力的提高我的发音、我的语法，但是我却忽视了，如果想要使用外语进行一个更好的交流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内核。这个强大的内核不是让别人看到很强大，而是这个内核可以很强大的能够支持自己，当自己犯错的时候，当自己不完美的时候，可以支持自己继续做下去，有耐心，慢慢变得越来越好。